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出手机高手的惠普星14 Pro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职场颜值与实力担当的惠普星系列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欢迎来到全新职场观察节目《合伙吧少年》。我们前2期呢，也是对每个实习生的风格啊、性格啊、能力都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了。那这次你最期待谁的表现？我肯定是期待戳戳的反转啊！我觉得他在前面2期得了2个铜牌，他肯定要就触底反弹了嘛，他一定好好调整。我觉得我还蛮期待他的表现的。我也是希望看到戳戳的改变。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太着急了。我肯定还是一直站新城，我最喜欢他。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交换文也很值得期待，因为我觉得在上期当中他心态调整的挺快的，就第1天和第2天他表现的那个进步还是挺明显的。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先胖不一定胖，笑到最后才是笑。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倒炕。那这回呢，他们要正式开始团队合作了。他们的工作状态和这个能力的输出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而他们领导力和协作能力又怎么样呢？我们赶紧来看一看他们这次的表现。哦，谁给我画了个星星？加油！哎呀，娇娇吗？哦 ，so sweet。今天的铜牌是给到张浩宇。走吧。我这娇娇心思好细腻啊！焦哥内心住的真的是一个爸爸的角色。我也画一个。我们每人画一个吧，把后面填满。不用画，就下次我再得铜牌，你们帮我顶一下就行了。以开玩笑的方式说出了心里话。是。看出了我们的一切。谁没拿到鼠标吗？焦哥，你是个暖男啊！焦哥，你得画点实际的，画个金牌，看着，这就是你的金牌。哎，你们别贴我，一会儿得了金牌都没地方贴了。心态调整起来，一下子就恢复了状态的感觉。接受了。OK， 其实今天我们的品牌 X 计划才是真正的启动。品牌 X 计划，旗舰店的诞生需要经历概念设计、空间设计、菜单设计、服务体验设计、营销传播推广、运营统配等环节。实习生们将通过共同努力，打造一个全新理念的商业模式模板，重新定义品牌价值。所有的东西全是我们的团队创造，委以重任啊，这是。我们接下来这个项目是怎么去推进和行动呢？第一个，我们会以2个组的形式进行合作。2个组，之前4组，现在2组。那同时，我们会在这个里面去选择1组比较优秀的，把这个方案进行这个落地和配称。只有1组呗。那我先来宣布一下2个组的组长。希望邓萌和星辰能在一组，他们俩工作效率真的棒。就是我们昨天的金牌的获胜者，星辰和萌萌2个金牌分别拆开了。为什么要拆散？为什么把圆梦给拆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前面上一期他们2个合作的时候，其实是袁星辰带领着萌萌，帮助他2个人合作起来完成的这么一个成果。但是现在如果把萌萌放在了一个单独的领导的位置，我要打一个大问号。
那这2个组怎么去选择呢？由你们自由来决定。我们会有2天的时间，然后我们在9月1号，我们要向集团去汇报我们的方案。到时我们的厂长，还有我们集团的总经理、集团的副总会过来。1号等于指明天1天啊？还有今天。今天哪里3天了？今天还哪里算？今夜，今晚。1天做个 PPT 还不够吗？学霸疑惑，理解头疼。接下来我们给你们半个小时的时间，你们自行分组。自行分组是吗？这个很微妙。我现在想法是，就虽然我们最后还是要比一下谁的方案胜出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也可以想，就是最后我们2个方案挑选完了之后，我们还是8个人一起要去 work on 其中一个嘛，对不对？那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分工可能还是会按照自己比较擅长的一部分去做嘛。然后我们可以也找一下每一个小组的那个方案的一个侧重，然后大家最后可以拼凑出来一个 A 加 B 的方案。但是我觉得，说实话，到时候拼凑会很难，因为说实话，现在企业那种招标书不是说你把 A 的方案确定了 ，B 的好的地方就能用，就是完全用 A 的。音乐还是挺理性的哈。除非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讨论的，是沟通的，然后大家选择比较觉得想在这个环节里边去侧重做的，我们就侧重做，然后等到2个方案往下一个阶段推进的时候，我们再尝试去把它融合在一起就好了。我觉得这个好酷，不愧是我们团魂啊！统计开始要求团魂了。音乐和袁星辰都已经意识到这件事情了。对他们俩是最尊重规则的人。要不然这样吧，我觉得。然后大家现在有没有别的选人的思路可以再提出来一下？星辰有点想赢。我其实觉得大家可能来这个实习之前，应该都会有思考过自己，如果是自己是去设计的话，是有什么样的主题想去想。那我就是想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每个人会比较喜欢什么样的主题。我是中医膳食馆，然后我来之前我很想推出说老杨鸡可以搞出一个药膳概念，养生系列。对，然后就是一个中医站在里面说你湿气太重，给我点这个薏米。湿气太重。天哪！然后门口要有服务员，不就给大家刮痧体验，知道吗？每个人进来先洗手，然后刮一下痧，然后再进去吃。看一下他的面相，然后给他开一张那个单子，说你要点什么菜，就是像药一样。哦，这个好。聊着聊着就聊偏了。你可以就是菜单下面写着用什么中草药，然后针对什么样人群，因为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酒吧，你知道吗？好，还有大概2分钟。怎么办？还没分人，你就抽签啊。那就抽签，就直接来呗。怎么又抽签啊？感觉像当儿戏一样。对。哎呀，给我一个。那马上来，你自己抽好了。都可以。没有了，妈。我们4个。戳戳在新城这组。哎，那戳戳跟音乐还在一起吗？真的3个铜牌。铜牌都在我们这里，但是这一轮保证你们不会再增加了。哇天哪，一个王者带3个青铜，救命！但是音乐还是很有能力的啦。来个绝地反击吧。分完了吗？是的，老叔，你们猜我们怎么分的？你让我猜是就只是问你们怎么分的吗？他们分肯定有逻辑的。没什么逻辑，没什么抽签，我抽签的。抽签的吗？你看我们签还在这儿呢。万万没想到。那我们2个组长是这样的，你们来正式的介绍一下你们组员吧。组长要拿出组长的份儿出来吧。好啊。在我组建队伍的当中，我会需要既有会创意的人，也有会有发散思维的人，也有会说有洞察力的人，但也需要有逻辑紧密能整合到一起的人。那么我觉得我的4个组员，大家都是各有各所长的。比如说思思，她就是讲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会特别热情，能够很热情的把我们的观点传递给我们的观众。那
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浩宇哥，我知道他在传播以及市场营销方面都有很强的经验，对我们3位比较年轻的后辈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了。那么接下来就是音乐，他就是很多事情敢于提出自己的一些不一样意见，能确保说我们的项目能够就是有一个 risk management 就风险管理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最后我的话，我就是也利用我的汇报上面的一些比较好的能力，结合我的组员一起，对最后的这个方案有个好的呈现。然后，希望我们组员加油努力。挺合格的，棒的。来，萌萌，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家人们。我的家人们，这个人。我们家是一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又有实践又有灵魂，是吧？还有细节的一个组，希望我们组各司其职，拿出一个让每一个人都满意的方案。因为我们是后天进行这个汇报，所以呢，大家明天下午4点钟带着你们的方案，然后我们自己团队先过一下。理解。你们所需要的这个资料的清单，你今天下午就给到这边，可以吧？我可以让团队早一点给到你们。然后大家下午，因为这2天也比较紧张，如果你们下午想去有一些发散性的思维，也可以去看看外面的一些品牌。那期待你们的精彩表现，我们明天下午4点见，好吗？好，我跟阿伟随时随地陪伴，几乎就是要24小时之内来完成方案。那就这样，OK。好，谢谢。我们下去楼下讨论一下吧。OK。我先给大家普及一下那个任务的难度程度，好不好？因为其实是要开一家旗舰店，这个旗舰店里面从包括设计，然后产品、用户体验、布置任务时候的一张 PPT 里面有6点，但是其实你要把整个这一套方案做下来，如果是一个完整的广告公司或者是设计公司的团队，起码要3到5个人才能把这么一个店的体量给做出来，大概要1个星期的时间。哇，1个星期的工作量是他们现在在1天内要完成的，4个人1天内要完成。我们过去啊也请过这个外部设计公司，没有低于2个月的。小明哥，那你最看好哪一组？我们家新城啊。但是他1金带3铜哎。我是觉得，其实新城跟映月2个人都还蛮强的，对，而且新城不管是从领导力啊，还是从跟人沟通啊、感染力上都比较强，加上映月的这个，映月跟他正好是完全不同的，对，这2个人可以就互补的非常强。浩宇跟司俊逸，我觉得这次如果他们俩再不反击、再不努力就不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组还蛮有意思的，对，应该会有比较特别的发挥吧。戳这组嘛，肯定要触底反弹了，不然他就可以走人了。所以我觉得，而且他早上的那个心情调整的，我觉得算是精气神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要相信这种掉到了人生缝底下的这种人的力量。我也是比较看好袁新城这组，就是因为我觉得2个队长上面来说，感觉袁新城可能会更会做队长一点，包括他在上一组他跟萌萌的那个工作上面的分配，我觉得他挺清晰的，就是分工特别清晰，我觉得这对队长来说很重要。对。西坎呢？半斤8两，都有点毛病，挺害怕的。对，就是一个首先是知道了工作量有多大，然后另外一个是也知道他们这2个组都多少会有一点点问题。我还是想看看萌萌那一组吧。像萌萌她其实性格比较弱，有一点小透明的那种感觉。像李姐就性格很强，什么事情都很直接，很着急。所以我觉得我都很担心萌萌会被夺权。篡位，直接篡位。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去外面的店怎么找啊？我之前看了一些，我觉得上海比较火的，然后我发到群里边，你们看一看有没有感兴趣的。你们有没有想去的地方？就我们都可以去，但是我们要看怎么分组，怎么走。那我们这桌去探店，你们那桌去探店，也可以，也不是不行。又这么随意？你们俩人想去什么店？我觉得我们组还是要先讨论一下，要不然你到店你就去店里面，你都不知道你要看什么。行，那我们先留着吧。
那个 something， 然后 something。好，你要去 something 的举手。我觉得我们俩可以去看，那你们就去 something 了。或者我们问我们组的人要不要去 something。你们先去，然后我跟 Troy 列一下我们还要什么，然后发给你们就是了。你们到时候去看的时候注意一下我们发给你的那些点。那行。其实我觉得 Green Safe 有点像我想做的。我为什么挑 Green Safe？ 我们去这两个好不好？好 ，Green Safe and something 可以啊，因为他们很近。那我们先去 Green Safe， 因为 Green Safe 晚点会人很多。走。老李干事也风风火火。Girls just wanna have fun, girls just wanna have fun。我挑那家店是，我就想带你们去看一下它的那个摆设，那些外面的卖的东西，是我想要在店里摆设的东西，就是我提出的农场感觉的。我想做的是 farm to table 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你像老乡鸡本身就是养鸡嘛，农场嘛，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不要去掩盖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就没有必要天天想着说我们做 modern 做怎么样创新，但其实如果你回归本质，在本质上面去下功夫，就很酷。老李更像队长，幕后黑手。就菜单形式也很好，但他们在会经常换。对，我觉得你只要看到图片够多，你就够有食欲，你知道吗？他们家还有加插画，就很好。就我觉得我们4个人应该一定要分工很明确，因为今天我们抽到在一起分组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窃喜的，因为我本来心里预设的最佳的这个组合就是我们4个人。好会说。对，我觉得所有关于美感、审美的东西就让萌萌来做。OK， 对。小猪就你就自己发挥就好了。然后你说的药膳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可以等一下晚点跟回去讨论一下怎么结合。他真的太队长了，但他不是队长。然后我这边是综合我以前开店的经验，因为我自己本身风格就很突出嘛，所以我觉得店也要跟我人一样，就是风格要突出来。萌萌像是个秘书，这名誉队长。赵老师就是我们的团魂啊，然后你要帮我们理好框架 ，present 这个方案，什么是我们一定要给他们看到的，而且是我们一定要做到的。我们4个人分工啊，架空了，完全被架空了。萌萌很容易被带节奏，会跟着走。对，你说的对。李路佳又是一个特别容易带别人节奏的人。我觉得萌萌有点被带跑偏了。傀儡组长。对。但如果萌萌是一个对权力意识强一点的人，他就不舒服了。但你看他现在特舒服，特高兴，完全没事儿。救命！但我觉得还是要尝一点东西吧。我觉得可以试下这个川味鸡丝菌菇荞麦面色拉，就很健康以及很 fusion， 是不是？哎，这个很适合我们哎。啥？哪个？必点酒鬼锅巴。It says the must try 锅巴。哎，我觉得老乡鸡还蛮适合搞这种就是搞笑土味翻译的。其实我当时给他们想的英文名是 Old Town Chicken， 那首歌 Old Town Road 听过吗？是不是很火？而且 Old Town Chicken 就很魔性。那我们还能给人改名吗？不可以，它中文名不改，英文名改没有任何意义。是，要改人家中文名真的是。信息传输其实传输的还是它的价值主张嘛。对，我们的主张现在是他们上午讲的就是健康好吃，服务体验嘛，服务设计它有写。救命啊！是不是年轻的男女在一起都会觉得很养眼这个画面？就好朋友的话，肯定会拍一下，发给对方看。检查一下仪容仪表。哎呀妈呀，就这么妆发也不在就这样。他还在乎妆发。哇，他这个地方真的挺好，就很上海。这家是吧？哦。哦，就是这里啊！整体格调是这样的。哇哦，好漂亮！
怎么这么像我们学校以前的一个餐厅？哦，其实它这个就是那种宜家都有卖的那种吊纸，就这样的感觉，其实空间感就很好。你要不要先选个店啊？可以，我都可以。我看他们的几家都是那种西餐，然后其中有一家它的主打是农场到餐桌。哦，我们就去那家，可以啊，就叫 Green and Safe 绿色安全。Green Safe， 这不就是刚刚那个谁一直说老李一直要去的那个吗？那我们去那弄。新城选择了自己带着戳戳，红好小戳戳。你喜欢这种类型的？那小戳还太惹人怜爱了，2个铜牌了，都要哭了。那我们先练 product。OK product。主打产品是什么？对。如何突出了主打和特色菜？因为我今天讲，他们有讲我们的特色菜其实卖的一般，还有主打菜。我觉得它挺清晰的，就是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质大于量嘛，就不用赶着去下一家。可以啊，可以啊。就我觉得其实一家也够。好。哇，今天好热啊！流汗后更适合补充含有矿物元素的水。农夫山泉有点甜。所以点菜哎，偶遇了！救命，偶遇！你们分头了？他们要去那2家店，我们俩还在那个框架，然后他来。那我们要不就一起做，还是怎样？一起啊，当然一起啦。要一起做吗？要一起做吗？啊，要一起做吗？分开来做吧，分开来做吧。我们可以看看2楼，或者看看别的地方。好。哎呦，独狼。行吧，行吧，我们被拒绝了。星辰心里还是有竞争意识的，很好。而且我觉得他可能在前2场比出自信，他还蛮喜欢这个比赛的这个模式。对，还有一个是他们的时间真的很紧。我们大概3点55进来点餐，看看他准备一下要多久。他在记录时间。好，谢谢。你们可以观察一下，我刚刚看他们其他消费者有来就是坐的。哦，它这种地方就是有很强的社交属性，就大家来这儿就坐一下。但是我感觉可能我们这个项目还是更多是偏设计了。哎，我也是这样想的哎。看一下我们其他的几家店吧，我感觉这个跟网上地点都不大。你可以群里跟他们讲一下，多看一下他们装潢。我去跟服务员聊聊天。新城很成熟，别看他年纪最小。我们叫老灵魂。你好，这家店是连锁的吗？对。在就是其他家，上海有几家？上海的话像7家。这菜单是每个月会换是吗？2个月换一次。你们是主打就是说那个农场直供或者是有机？对，就是因为蔬菜的话，就是大部分都是我们农场自己的嘛。哦。对。好聪明啊，新城。车车。你过来跟我们一起聊天啊？干嘛在那边一个人坐着？哎呦，这个小戳戳，搬个凳子，你再坐过来啊！弄啥嘞？意志力不太坚定。哎呦，这打他一顿。车车嗨，你们捋了个大概？我们没捋。哎，我们也没捋。小袁去采访了。采访谁啊？采访店员。Oh no！ 还透露敌情。采访店员？对。上。完了。采访店员吗？要问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啊。哦，也是。来。对。说他最好给我起来，不然我就要把他淘汰掉，气死了。新城是来工作的，戳戳是来团建的。你不喝，你给我倒一点。哎，给我点，我都快喝完了，我们再点啊。他们这组真的不着急。可能金牌都在这儿吧，所以太放松了。冠文意识到这件事情了。
杯点。嗯，是。对，像面条呀，然后饺子。嗯，那但是我看也有那边有西餐呢。你还在旁边偷听，就融合。你觉得怎么样？好近乎了。我们猜来。就融合怎么样？就觉得这家店比较那个呀。类似，做啊会做，我真会做。这个时候就没那么会说了。这挺聪明的。那我也买一下，谢谢。嗯，对，好，谢谢。好。哇，小袁真的还买了点东西，买了啥呀？饺子，意大利饺子吗？中式饺子，这么贤惠。说像小孩儿一样，好可爱。什么时候走？我们准备做个10分钟回去了。我是这么想的。好，我该看的都看过。袁老师，分享一下你的 interview 的那个收获。想打探，不劳而获。我买了好多饺子，杨老师给你们煮饺子吃。所以你们组的切入点是什么？我也在想，我为什么要说？那我们回去吧，就行。走吧，行，那我们先走。谢谢，再见。他特别像我以前的时候，表面嘻嘻哈哈，你好我好大家好，但内心特别有自己的坚持和领导力。小明老师找到共鸣点了，所以我特别喜欢他。你非常认同他？当然。好，我们接下来看后面你认得准不准？我感觉星辰真的是脑筋好清楚，而且看00年的还99年的，很多地方都想到了，都思考到了，蛮稳。一个就是可能明天下午1、2点的时候，我们把所有东西拼起来对一遍，然后4点钟那一次，4点完了，然后导师会给一些反馈嘛，然后我们晚上再改一下，然后后天一早去 present。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节奏，就也不要把大家搞得太忙。对，可以跟他们说一下。这个才是一个领导者需要的一个制定。太厉害了。喂 ，hello。哎，我操！你们在车上吗？你开个。我们在回去路上啊，没事。啊，你在回去路上，我们现在也回去。OK。可以，那我们先回小洋楼碰一下。不是，我们想回宿舍了。你要拿电脑呀？那你们帮我们拿上不就行了？先回小洋楼，先回小洋楼。队长发话了，快点，先回小洋楼。哇，不容反驳，这是我领导的决定。有点不舒服。我们回来了，我们可以来开始讨论了。想喊你们回小洋楼也是，就是想说，如果今天晚上要做的话，可能在这边的工作氛围会好一点，所以说没有想说先回宿舍。来吧，说吧，你们俩。开始带态度了，有脾气了。第一个就是，尽管是一家西餐厅，但是它有一些中式的融合的菜。就是它还有一点就是它里面有很多小的装饰运用，就像这个小的黑板上面还有讲东西。所以说他们硬装很多我们那家店白玉兰，我就是硬装，他们的 style 非常很多借鉴的。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是有很多发挥空间以及说持续更新的一个机会在。是，我们没有学艺术的，我们应该有一个学艺术的。我挺艺术的，说实话。啊？我挺艺术的，说实话。只不过我理性大于艺术，但不代表我不艺术。尬住了，音乐也够直接的，小公主的感觉开始了。你们今天除了探店，有去那个街上走一走？我们就那种小街嘛。但我觉得我们得拿照片，边拿照片边说吧。比如说这种东西，他们看了之后，他们也不知道点在哪儿。那要不要围过来看？因为我们俩的想法是做一个 farm style 那种。然后我们也拍了一些 farm 的东西。哎，其实这个很好。这个我们想坐在门口。对，我觉得这个感觉超好。你可以把这个换成鸡。我觉得可能放鸡不会有那么好的效果，但是放一些农家的元素会好。因为我其实不喜欢看到一只鸡，就有点恶心，我会觉得就放口井。没有，就是任何一切 farm， 比如说那种木头的箱子啊，什么就或者稻草人。要不然方案我们先再 brainstorm 一下，就是说
我们花5分钟时间把觉得相关的都写下来，然后看看能不能整合一下。来吧。那我希望5分钟之内，任何人提出的他的点，不要先反驳，就先记着。立规矩，先立个规矩。好聪明。你改一下这个 doc， 能把直接都打上去吗？算了，像我现在在打的，我能想到不一定都是有关，或者是、那能不能你打在下面，你不要打在这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体。我知道等会可以删啊。但是我想分开来，可以吗？好吧。你就在下面写吧。现在已经开始有各自不太一样的想法。对，就是暗流涌动。LED 结合。有人把我的删了啊！还有1分钟。就这样吧，差不多了。行，那我们来一个一个过吧。我跟他聊的就是说，在快餐基础上，也许可以加入一些社交，在非高峰时段推出一些，比如说9宫格菜那种。但是这个9宫格它整体价位会是怎样的呢？这个时候你消费的就不是消费的这6个食物了，你消费的就是一种感觉，就是一种社交属性了。你想他去那是为了吃这6个东西吗？他是为了拍照啊。行，那我们先继续讨论我们的框架吧。听着觉得这些有点浪费时间。着急他应该。谈到我们的第2个目标是探索可能性，那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目标？我们冰淇淋可以做的暗黑一点，不是说暗黑就是，比如说做那种蔬菜口味的冰淇淋。我觉得冰淇淋会比较难，因为你要搞一个专门的冰淇淋机。其实不难，冰淇淋机很便宜的。或者是小碗的鸡蛋羹行不行？但是它的制作的过程会很复杂。我觉得没必要弄，因为我们是一个高端旗舰店。救命啊！他们意见也太不统一了。针对起来了。我们开个窗口。在这个窗口卖这个引流产品，对，可以，而且我们的窗口就设置在我们刚才那个门口装置那旁边，这样的话又可以拍照，又可以打卡。我们要不然也给他分个级？我们今天不是讲了 SBPC 吗？不是，但是这个东西很多是包含关系，所以我们还是得把先捋一遍。对啊，这个菜单设计，然后下面有很多菜，你说这什么 SBPC 的，我觉得完全。对，那我们先捋吧。就还是得捋。那行啊，那你来捋吧。哎呀。可以，我们来吧，我们来开始筛选吧。我们总体还是想走 farm 的风格。对，我也蛮喜欢 farm， 就 organic。那你们 farm 的主体颜色，你想什么颜色基调？棕色啊。我想了一下，我想把它门头加一块匾。匾额是那种古代匾额还是？差不多。我给你们画，这是你的吗？我大概知道你想说啥。我画的好好看。就是这种感觉，而且还是几块的那种，是这种条子吗？几条连合在一起。I know。OK， 我觉得这种感觉。哎呀，星辰沉默了。对。OK， 我的想法就是我们现在刚才不是有一个农场主题的一个想法吗？这个是我们的 Plan A， 然后我们先关于 Plan A 去列我们所有想到的元素，然后如果说我们时间比较多的话，我们可以想一个 Plan B。但是我觉得 Plan B 也想一个好点的 Plan 吧，就是。那你可以给我一个。我觉得刚刚那个字很大的工业风，我觉得可以，就干脆做的创新一点。我觉得但我觉得那个有点粗糙，真的，我觉得那个比较粗糙。是吗？这个眼神。但是我会觉得我会走进去。但我是想要搞可以讲文化。但是在 B2讲文化有点。但是我想要，因为是极限。我想到那句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门口拉客的话就是别了吧，适当做了一个对户外一个装置的就不太需要一个，先放在这吧。装置如果搞不定，我们还是得要拉客。装置肯定能搞定，不能搞不定。哎呀，我都紧张了，感觉他们俩就是在对话。对，叠着。我在想，我们能不能差不多把40%的区域变成单人座？就为什么我愿意进肯德基、麦当劳，就是因为他感觉一个人进去也不会太尴尬。对。但是你这样设计，你其实就放弃了。如果说有很多大家一起来的，那就把2个桌子并起来就行了呀。
我其实不太喜欢这个点，我真的不太喜欢这个点。第一个，我觉得如果这样做，只能迎接单人的客户。如果说坐满的时候，如果来了一个家庭或者一群人，你那个客户他们是无法做的。人已经坐满的时候，你来个家庭，说实话，无论如何他也基本要等位置。第二点，其实我下午跟浩宇有讲，我们是有一点强调社交属性，而我觉得如果说再搞一个单人桌，其实是有一点相驳。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真的不是很想在吃中饭这段时间社交，我觉得还是适当冷淡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点还是比较好。我觉得啊，音乐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哇，终于说出来了，终于等到了。没有啊。就是为什么我说一个你都要唱我的反调？我今天就是特别这样感受。可能就是从要回来那开始。对。就我觉得我说什么你都是找出来一个我和特别不同意的点，你来反对我。看一下怎么回答。没有，我就是这样的人。他只是他的思想，就是他有一个主要有自我思想，然后你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真的是。好像打错。然后我们俩比较跳脱在这里，就随和。我跟彻就是无所谓，你说我同意，你不说我跟你就是真的，我我们俩就是主观思想很浓烈的人，你知道吗？对，你们俩只是主观思想，没有说他对你有意见什么的，只是你俩可能在意的点不一样，因为她是女生嘛，和男生的思想还是有些不一样的。我昨天也经常怼他。对。对我。对他就是比较无所谓的。对，只是说你俩的想法不一样，但是不是还有我和Troy在这儿？这个火消不下去。努力打圆场了，但还有点微妙。我觉得他可能一上来队长的那个身份没有被大家认同，他就很恼，有点急了。是这样子的，我是觉得一个团队只能有一个人是以他为主的核心，其他人是可以提意见，让领导来采纳意见，但是不能各自只想各自的，这是互相消耗。所以我觉得星城的坚持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他的第一个坚持，先让音乐不舒服了，然后星城又觉得我毕竟是队长，我最后要对大家的结果负责，所以我得严肃起来。可是你们又没有承认我。我感觉音乐它不太适合团队作战，他太坚持自我，对他太有个性，而且他确实能力也很强。但你会发现他跟星城配合的时候，我觉得2个人1+1绝对是小于2的。他是那种典型的能力强，但是不好合作。不好合作。今天提的那个点就是说，我们大家就一起做4个项目分工，但是我并不觉得星城会同意这个事情。你们有注意到？今天我们准备走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大家要不要把桌上的东西收一下？大家记得走之前收拾一下办公室桌面的卫生。桌面没有什么卫生要收，那我们要不就一起做，还是怎样？分开来做吧，我们可以看看2楼或者看看别的地方。谁会想到这个点？就因为8个人里面就有那么1个人，他就是很想，就是懂我意思吗？他们在吐槽星城。不讨论正事儿，讲八卦。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事情就很诡异，就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你知道吗？因为他年纪小嘛，我也不怪他，小朋友嘛。什么？再讲。哦。我们明天是讲细节的东西，然后让他们来给我们挑刺，让我们优化的更好。而且我跟你讲，明天我们要找谁？我们要找飞哥，我们要找潘潘。我觉得我们这个组合是一定会赢的 ，trust me。他每一次都是这句话，我一定会赢的。团魂还是他们的感觉更强一点。但是其实我还有一个点想跟你们讲一下，就是如果我们赢了，腿就要走了。戳戳可争点气。那你们在意这次不得金牌吗？不在意啊。其实我也蛮在意的，但是我觉得比起来，我更在意是大家能不能在一起。我们有没有办法让我们一定输？就是。如果你在职场上跟朋友产生竞争，你会让步吗？我觉得就是各凭自己的本事嘛，因为决策者并不是我们之间嘛，所以不会伤害到我们的感情。领导来决定，我觉得挺好的呀，不是我就是我最好的朋友，这不挺好的吗？双倍几率。
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在想，如果最厉害的一群人都是我们同班同学，那我们多牛啊！谁都不会欺负我们了，我们演员就不被动了。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事情了，点亮自己的灯，不吹灭别人的灯。其实如果比如说咱们俩竞争，我让给你真的没关系，我们俩不到生死的程度。但如果我带一个团队，你带一个团队，我的输赢是关系到其他人，不只是关系到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一定是想要我对得起大家，我要赢。因为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去让自己的队友跟我受牵连，所以其实是不一样的。我觉得竞争是好的，只有竞争才能让另外一方面意识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再去提高。所以，正常的竞争，我觉得是对的。但我是觉得在职场里面，利益的这个相关度越远的人，越容易成为真的朋友。同行一般都是冤家。哟，他一个人去了，有压力，妆发也不齐了。如果说我们时间比较多的话，我们可以想个 Plan B。我觉得刚刚那个字很大的工业风，我觉得可以，就干脆做的创新一点。我觉得那个比较粗糙。是吗？但是我会觉得我会走。我觉得啊，音乐节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就是没有啊我为什么我说一个你都要唱我的反调？我今天就是特别这样感受。哎，其实这个很好啊，这个我们想坐在门口。对，我觉得这个感觉超好。你可以把这个换成鸡。我其实不喜欢看到一只鸡，就有点恶心，我会觉得。我们开个窗口，在这个窗口卖这个引流产品。对，可以，而且我们的窗口就设置在我们刚才那个门口装置那旁边，这样的话又可以拍照又可以打卡。我其实不太喜欢这个点。为什么？开始反思自己。我是觉得他自己应该早到公司的吧，应该是故意自己早到。对，那早点做方案，他有点。因为他可能想要多做一些事，脑袋会想很多。这组还在宿舍里呢，他们真期待荣荣。我觉得 Perfect Yes 小就是应该就是这样子。救命，还是个糖心蛋糕。好幸福。哎呦，这是鸡汤吗？不是。差不多。他们工作氛围就是特别轻松，轻松氛围肯定是喜欢的，但是不知道他们结果为什么样，还蛮担心的。星辰，早，你吃了吗？我还没吃，你早上忙别的事。对。您现在有空吗？可以啊。有些问题想要来问一下。我们这几天我的观察下来，我们的团队就是大家就是思维就会比较发散，然后大家其实是有很多很好的点子，但是很多点子是很难去在这么短时间内直接就摆上去的，就是有时候我还是挺不敢站出来，因为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我是不敢呢，还是不想？我觉得星辰是个很沉静的那种玩家，他应该去玩密室，一定会立刻进入角色的。对，很沉静的那种。我其实很想站出来，因为我是真的很想把这个店开好。那你在害怕什么？我害怕的就是说，可能第一方面是我其实是8个人里面年纪最小的，然后就像可能像，焦哥他是年纪最大，所以他说话的话大家会比较听。但是我觉得我说话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我的年龄或者说一些经验会比较欠缺，他们并不会认同我。那这些发生了吗？这些时有发生。还没有发生，这就是你的假设，这些都是你达成目标的干扰，这个干扰是你自己造成的。这里面有没有看到？他马上就追逐外部资源，对他找就是公司的人去求助，对他来咨询，他来寻求指导。你看，这就是我觉得他这一点做得很好。
敢沟通。所以给你一个公式，就是 P 等于 P 减 I， 就是你的表现等于潜力减去干扰。干扰，这个干扰就是你刚刚讲的你想。就是，而且这个干扰是我自己给自己创造的干扰，是本身你是很优秀的一个人，结果就因为你的注意力放在了干扰上，你没有放在目标上。明白。还有一个叫吸引力法则，为什么呢？就是你越想那个时候，其实你的大脑就潜意识的在指挥你的行为、你的言语往那方面去靠了。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组员没有人想再拿铜牌，我们都想拿金牌。对，这非常好。所以说我想跟他们沟通，然后适当的去严厉一些、强硬一些。对，那你先忙吧。谢谢飞哥，没事，谢谢。好。我觉得他心里有一个默默的责任，就是我不能让浩宇再拿铜牌了，因为他也知道浩宇再拿铜牌就走了，所以他默默的有一个特大的压力在那儿。队长的责任感，对，特别棒。我们都想拿金牌，然后适当的去严厉一些。就让别人认可你，你才能带他们去创造更大的价值。喂，你说，就是反正我觉得营销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因为说我很相信你的能力，因为我觉得你昨天开始就说你要讲营销，然后我觉得如果说，你能把我们这个汇报我们组当中这个亮点给讲好的话，我觉得金牌肯定是你的。如果我们赢的话，对，然后。就是这个是你一个很好的一个 carry 我们的机会，可以啊，没问题，我觉得 OK， 完全 OK。好，辛苦啊，先这样啊，不辛苦应该的，好，拜拜。高兴的，加油加油，我们要赢，拜拜。好的，好，拜拜。星辰开始分工了，就是因为这个项目实在太大了，然后给了浩宇一份责任，你要 carry 我们，哎，走了，走了。天线宝宝，天线宝宝，走。这组的画风，这组真的是休假，那是旅游了，一堆人坐着小巴车，玩心太重。好了，下车了，走吧。老师早上好 ，Good morning, guys。戳戳真没心没肺。我们刚刚那个定位解读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写的非常好，是谁写的？我写的。哎呀，得到鼓励了。我们要不去楼上？去楼上。可以，来。然后这样，我给你们每个人2分钟，可不可以？2分钟之后给我叙述一下你们的想法。那我就再说一下我自己的思考吧。我就是完全从老乡鸡原有的气质，所以我最后写出了一个乡村文化博物馆的概念。我们做的是旗舰店，我们要的是炸店，就做108个菜。108个菜，好，54个，好，太死了。他要做108个菜，太多了。会觉得108肯定会很炸，但是这个做起来很难。然后我们为此付出的精力和努力，也许达不到它潜在的收益。我具体找了个意向，就是昨天说过的桃花源，因为我是觉得，那既然是家中餐的店，又开在中国，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民族的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就比如说，英文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道一个单词叫 oasis， 它翻译过来就是绿洲，但它同时也是个意象，就是说是令人舒适的地方。我们可以打造一个在钢筋水泥世界中的桃花源这么一个意象，我们就不用跟大家解释这是个什么。说到桃花源，我就知道它是个世外桃源的意思。然后我们那个田园牧歌是你要讲吗？还是说也放在这里讲？没有，其实我可以讲这个点，就是老乡鸡来自黄土地，凝聚了农耕文明的精华。如今中国快速走过了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新一代的年轻人少有对于土地和畜牧的记忆，而这恰恰是老乡鸡所蕴含的情绪价值。我们可以把老乡鸡定位为乡村文化体验博物馆。然后到后面就是菜品研发了嘛，我们其实现在主打是家常菜，不管是西红柿炒鸡蛋还是什么，吸引80后的一个回忆的一个感觉，然后90后就是一个新奇感、猎奇感的感觉，所以我们觉得可以主打一个家常菜的一个菜品方向研发。我其实你们的逻辑，我其实觉得一般般，没有很稳。我听的感觉啊，就你先不用做的很精致，你先把你要表达的点，然后关键的你觉得要关键展示的证据，你给摆上去。再一次把团队的积极性推到了深渊，但星辰有在慢慢的变强硬了。马上我们4点要开始了，所以你们得抓紧时间了。我们就先下去讲。我们下去讲，好。
OK，好。他们现在还没达成统一。等我要不要定顺序啊？你们怎么想？我们想我们后场。毫无信心。那我们先上吧。先上吧。我刚才是听了一下大家的演讲啊，这一次作为组长啊，我有些想法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几个部分不太满意，真的不太满意。首先是音乐的部分，10几个小时只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比较欠缺，做的不够。怎么解决呢？我觉得司正义的可落地性也相对不强。我讲下张浩宇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讲得太久了，很容易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以我们现在的一个结果，我们应该也是会被骂的。我其实是挺不满意的。就这么走了？我觉得他可能来这节目也没有受到什么挫折。或者他想让自己先冷静一下自己的情绪，因为他已经逼到压力真的有点大了。但是我一直觉得，就是领导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兼顾队员们的情绪。他直接这样子正面的批评，让人家非常难接受。如果我把自己放在应月的那个位置，那你自己干好了。其实我很理解的，是因为他刚刚当领导，这么年轻，所以他肯定多少有点好面子，又想要做一件让大家都满意的事情，结果没有做到，所以他的这种心理落差是非常而且他对自己要求也很高，就越要求就越焦虑。对，他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对，哎呀，不要让我失望啊！我要去搬个那个过来，我觉得焦老师会需要的。哦，谢谢。我 assume 你会想要这个东西。对。哎呦，我感觉他们弄得还挺好的。拔草这个词是比较共通的，是吗？那能不能我们真的到那边，然后真的种草，真的种草，把这个东西是他带过来以后，他能看到他成长，跟你的朋友下次再来，你可以有谈资。就是我们围绕城市绿洲做这些所有的东西，这些。其实我们这里贴的每一个都是在打这个主题。可以，我帮你一起吧。郭老师好辛苦。哎，你看他们看起来是散散的，但其实挺有效率的。因为他们里面这个讲逻辑框架的就只有一个焦老师，其他人没有逻辑，我只要听你讲就好了。温暖你的心灵鸡汤。繁忙生活中的一份身心安宁，从你身边的厨房走进你的厨房，温暖清新，焕然一新，能量补充，消除疲劳，有温度的快餐，慢鸡汤快养生，让空间种草，让味觉扎根。可以的。养生运势，还有节气也很好，真的蛮顺利的。我们坐吧。你们怎么固定？哦，那个板是吧？你看人呀，自己弄是吧？我有要讲的东西吗？我们怎么讲？就让姜老师一个人讲。可以。那个我来先定向一下今天开会的目的，好吧？因为明天呢，我们要向集团去汇报咱们这个整个部门的一个我们对于白玉兰这个旗舰店的一些想法和营销方案。那今天的目的呢，主要给到大家这个去赋能，然后怎么样明天能够在集团有一个好的表现，好吧？好的。好。哎，我解读一下他说的这个话，意思就是说我今天是来帮你们的，你们应该要好好的利用我们这些人，好好利用这一次会，然后从我们这边得到一些方向或者是改变的那些想法什么的。明天能表现得好一点，对，这个是他的潜台词，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 get 到。我们有组名了吗？还没有。名字还没有，但我们也有口号。好，来，我们先做个团队展示吧。好，我们来一下我们团队口号了。绿，很绿，非常绿，越来越绿，耶！我们定的一个主题就叫做城市绿洲 （Urban Oasis）。那么进一步定义一下，它是一个身心健康的栖息之所。下面呢，我们就以化身的一个顾客的一个画像来走一下我们这边这个店的一个体验，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店里面顾客究竟会体验到一些什么。那我们现在就来介绍一下这第一位，他叫都市丽人，力量的力。大家好。她是一位27岁的女生，她呢追求工作餐的速度与质量，同时呢，她想去寻找一个健康跟口味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达成。我们把她这一次的体验呢给了一个名字，叫做1天中的绿洲。一开始呢，
他下了这个自己所在的写字楼，然后呢，往这个美食广场去走。下面负2层的这个老乡鸡的大的一个照片的这样的一个海报，上面突出了食材的一个功效，他因此被吸引，然后呢，他就朝这个门店去走去，然后呢，拿到了一份本周的养生的贴士，这个也是一些当周的一个菜品的一个套餐的一个推荐。那么他拿着这个呢，去我们的这个餐台去选餐，然后在选餐台呢，他看到了这个很多有趣的，然后也突出了养生特点的一些菜名，按照养生贴士去配了一份套餐之后呢，他找到了一个单人的一个这个座位的区域。然后呢，在那儿坐着去用餐，在吃完了的时候呢，他自己呢收餐盘，他因为自己去分拣了这个垃圾，然后清理了餐盘，旁边有一个领取一份这个种子这样的一个种子包，他把它这个拿回家，这个是一份给他的小的一个礼品，他是可以回家自己去种在自己的阳台里面去的。之后呢，他往外走，走到了这个门口的地方呢，他看到了这个一些食材包的一个展示。那么这个时候，他去买了一些半成品的食品包。这个食材包上面有一句话，叫做“从你身边的厨房到走进你的厨房”。这个是老乡鸡对他的之前的一个定位做的一次这个进一步的一个提升。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好，我们先掌声鼓励一下。就是我觉得他现在场景的分析以及客群的分析是挺有意思的，包括角色的扮演，然后能够揣摩客户进到我们店里，加上我们的这一个整体氛围的感受。我想给你们的建议就是说，如果只有100块钱，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分配你的资源？华为公司它会用一个721的法则，去决策它的事情的事项。那7是什么？你聚焦在什么主页上面？2是你突破的，然后1是你要探索的。我们在人群的调研上面已经获得了很明确的答案，而且很权威的。没有必要再去做调研去。对，权威的公司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现在已经丢失的客人是我们丢失的客人。如果你在这个点里面能够把它抓到，是好事情。但是你千万不要为了这个1，忘记前面的7和2。他们的重点其实有点偏离了，所以要再调整一下。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醒悟过来。我觉得中国人吃饭是需要氛围的，所以我并不欣赏他自己刚刚说的那个单独一个人吃饭的那个我觉感受。得他们这个组还有一个和谐的点在于，大家都很服这个焦老师。那个组就谁也不服谁，就谁都不服对方。谢谢老师。 OK， 加油！谢谢老师们，谢谢，加油加油！明天让你们就是长脸。李姐永远都是很自信。对，我们这肯定是要拿金牌啊！我们部门一定要在集团长脸啊！我跟你讲，我后面没有听懂他们讲的任何一个字，我真的没有听懂，我对不起。老李真的没有听到。就我不知道他要我们干嘛，我听不懂。我跟你们讲，张老师懂。我可以。 Hello， 老师们好。Hello。戳戳真的是轻松自在，他最不应该轻松了，他马上要被淘汰了，他还在轻松。你们有小组呈现吗？有队名吗？哎，太不实际了，我们不搞这些不实际的东西，我们只为消费者考虑。哎呦，上调价值。你很灵活。那就让我们有请专门只看顾客的这个小组，来。那接下来就由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门店的设计理念吧。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不同的民族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一些设计理念。那么我现在介绍一个英文中的词叫 Oasis， 然后它是绿洲的意思，但是它也可以翻译为令人舒适的地方。那么我们就在想，中国人心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意象是什么？于是我们4个人就讨论了一个晚上，我们就想到了《桃花源记》这一篇课文。我们认为桃花源就是中国人心中的 Oasis， 也是共同的一个世外桃源吧。然后我是主要是负责这个菜单的一个产品方案的一个人，然后我的是4个部分，一个是菜单，然后是托盘托纸以及菜品研发和餐具的一个设计啊。那我来迅速的讲一下我们服务体验方面的可以做的一些调整。在洗碗间、初加工间和收银台的那个区域调整一下我们目前的一个动线设计，这样也会让顾客的体验会感受好一点，同时提高我们服务员翻台的一个效率以及减少失误。我从营销的角度给大家分析一下我们这家旗舰店可能面临的4类群体。
在选餐和用餐方面，我们想到了另外一个 idea， 是因为最近盲盒文化很火，我们透过这个思路想到，我们想给老乡鸡所有的盘子里拿出3%在盘底印上，恭喜你获得免单。这样做有2个目的，一个是形成一个就是话题性，第二就是让大家就是有一些期待性，说哎。有3%的机会可以得到免单，第3个机会就是鼓励大家把菜吃完。然后这是我们因为盲盒文化想到的一个 idea。散的不行，主题没有完全的融合到他们自己的方案里，每个人在讲每个人的。他整个方案散的不行，就跟他们现在团队的人心一样。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桃花源记跟老乡鸡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顾客对于桃花源记他的理解是什么？包括桃花源记跟你们的主题绿洲之间的衔接是什么？确实有点硬凹，是不是他的意思？谁能够用一句话描述这个店带给了顾客什么价值？第二个呢是这个店和老乡鸡现有的结合点有哪些？我来说一下我的感受啊，就我们的东西，它不是有一条主生命在那里。你们这4个板块的拍儿，它不是一个有深度的思考，就是感觉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我们各自去完成这个任务。那这个背后是什么呢？背后就是说我们在团队的协作的这个过程中，我看到的是团队分工，而不是团队合作。和老乡鸡的连接，我其实今天在来的路上写了这么一段话：老乡鸡来自黄土地，它凝聚了农耕文明的精华。如今中国快速走过了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新一代年轻人少有对于土地和畜牧的记忆，而这些恰恰是老乡鸡所蕴含的情绪价值。老乡鸡可以成为城市中承载和保留这些人文气息的载点，我把它称作为乡村文化博物馆。这段话写的。可以放上，对，可以放上，可以放上，对。但是可能有点大，然后就没有敢放。其实你完全可以把这部分拿出来。OK。我们这个只做了1%，但那99%在今天的这个框架里面，我是没有看得到的。谢谢。好。加油加油。哎，戳的那个点就被老板们认可了，其实是希望他们往这个方向深挖下去。如果他们有自己的意识的话。京城被打击了已经。我觉得新城不太喜欢这个乡村博物馆的概念，对他本能有点抗拒这个想法。那目前看起来你们更喜欢哪组的方案？我自己个人喜好的话，我还是偏新城这个组。对，因为我觉得他们至少是有自己的一个高要求在那儿，然后另外一个组他可能更多强调了养生，然后单人坐在那边。如果说这是一个旗舰店，我还是会比较站新城这一边。他这组有一点好，就是他落地。我在做中餐厅也好，还是做很多时候，我发现有时候人往往只看到了细节，却忘了大面上的东西。对，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老乡鸡的团队对2个团队都提出的问题，就是你们老是重视了一些却忘了这个大面上的东西。但是至少新城这个团队呢，他没有否定其他人的意见，他就让每人都说出来了。所以如果说就是按照刚刚这个张浩宇的那段话，来往这个方向上再去延伸和发展的话，有可能就是老乡鸡这个旗舰店想要的东西。他们这组其实还有一个危机，就是这个方案不是新城的，他其实非常在意说他自己的方案有没有被其他人采纳，而且他自己有很强的一个主观意识。那如果其他人都说我们要做那个乡村博物馆，但他作为领导怎么样去排解自己的这种心态调整，调动大家的情绪这样。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要不然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我们接下来要干什么吧。好，我现在大概列2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 finalize 确认一下我们的灵魂主线，就是我们魂线 finalize 这个魂线。分工的话就是要有人做 PPT 的，那我是可以做预算的。我可以跟你一起做 PPT， 我觉得 PPT 工作还蛮大的。我千万文化上不能垮。
这样，我们确定灵魂线之后，先把文字的逻辑先梳理出来吧。可以。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先把前2点搞定。果然，这个动作是初初的习惯动作。我觉得我们就别说黄土地了，那个土就是在开头升华一下就好了。这个都是煽情的东西，你知道吗？很空。我们能给到消费者的是什么？这个是他们在意的。你看你们现在从这个字往上分，然后去跟我们的点连，我真的觉得就偏了，你知道吗？但是我们得有一条这样的主线。Who cares？ 你重新定不定义黄土地？消费者不 care。你记不记得他们在点评我们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一定要给到实际的东西，你玩再多概念，消费者不在意。我们讲的时候可以讲到这些。对啊，那其实用这个答案更合理，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这几个词。我觉得这4个都不能少。我觉得小时真的可以少，而且我们是快餐，你小时，你像街边路边摊，它也是小时。我没必要 care 别人是不是什么，就是哎，你看好强势。是快餐就是快餐是小分量。对，但是你要想知道明天听报告的人，他们就是想要听到一些跟别人不一样。要不然这样吧，哎呀不是这样的逻辑。我们这点我能听懂你，但是你看，你连说服我们都需要这么久的话，你要说服明天那一群人，好理性，很理性。怎么感觉戳戳突然强势起来了？戳戳在某一方面还是有长处的。戳戳好容易着急啊。他还是得鼓励性教育。对。这么晚了还在写方案啊？不怕明天状态不好吗？我这不是敷的面膜的吗？像我们这种对着电脑又要做调研又要外出的，最近这种天气脸都晒红了。敷个养生堂化乳脂小绿膜，天然化出的精华不仅补水效果好，还能舒缓肌肤，第2天状态满满没压力。你可真是个精致的猪猪女孩。我还有1盒，一起精致起来吧。就是我已经搞了一款，就是最适合现在这个节气吃的鸡汤。它有料，它也没有。什么？料里加了什么？党参、姜母。哦，不是，现在这个节气的汤是加那个，是加莲子和那个百合，是清热。你能不能把1年4季都给我做了？我是想按照那个24节气来。好，那我就这样子，你现在的任务，你变了一个方向，你现在做了一个秋天的，是不是？太明了。你不管，我在帮小太明，你就先写秋天的，然后你先把冬天、春天跟夏天给我写出来。鸡汤就是鸡汤，让这个鸡汤重新活起来。这是一碗鸡汤的革命。感觉他们组都是谁说一个，然后对方就好棒。从一只鸡的革命变成了一碗汤的革命。还有一个绝美的 idea。天呀，我们已经搞定了产品。你突然就做快闪店，把快闪店做成谷仓，把快闪店做成谷仓。Yes， 这个就是那个啊！他们的彼此很赞同，就是他们谁说一个，对方都是太厉害了。好想法，厉害。那么你们这么纠结，行，反正多样性有多样性就必然是小分量，它不可能多样性是 OK 好行。要不这样吧，我们先把这些做了，然后再有时间我们再做这些不一定确定的东西。好吧 ，OK。那我们是不是其实大概这些推荐的点，我们 idea 都定了？那我其实我可以开始做预算，我先把所有项列下来，你们就先做你们。那我们3个要不一起做 PPT？ 那可以，我们先选个模板吧。来看一眼。哎，怎么打不开呢？其实我想看这个。可以啊。你这怎么打不开呢？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商务了。这个不用钱是吗？大部分都是免费的，这还蛮舒服的。这个太富的了。真的很好看。二位等你决定一下就。我觉得有点太好看，精神内心在焦急。心疼急呀！其实我就想要一些这样的，对。哦，1个小时了，选了。马上都要11点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找一个开始做了。哎呦，这有点久了。
这个色系配的也很舒服。那组倒是绝不妥协，一点都不。我觉得还是重内容吧。我们再找5分钟吧，5分钟没有就从回去选，好吧？去外面站着坐一会儿。哎，要不就是你那个吧，就是不是你收藏的，是你一开始打开的那个。新城拍板的热情也被浇灭了。新城有点烦，对他不想拍板了。这是谁的叹气？星辰。他这个时候就是很像当初的我们，想要做事情，想要表达自己，但是又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跟团队相处的融洽，好面子，又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该有的尊重，所以就产生了一个矛盾的结果。所以愉悦的工作环境是不是也很重要？合作很重要。你看星城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强迫大家到办公室来聊，就是大家会不自觉地严肃起来。对，所以这个很重要。你们喜欢把工作带回家吗？我是生活跟工作分比较开的人。对对对，还很希望有自己的时间的。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你把工作带回去啊，就很容易引起加班。但是我讲一个真相哦，就是那些年轻人哼哧晚上加班加到12点，交出来的东西一团糟。如果大家都在工作时间，你跟你的领导可以直接沟通，那把问题该解决的就解决了。但是你带回家啊，然后拖弄，什么晚上3点钟再发了一个东西给你的老板，他就没有办法看了，真的就是浪费时间。对。OK， 定下来用什么了吗？他没有定还没有找到那个是吗？对，这个也都要。还没找到吗？揍他，把我放进去打他。是不是这些也全部都要钱啊？这个 free 的。星辰，烦了。我们的队长已经不想理我们了。啥玩意儿？我这是挺好的。你们跳了1个小时，最后你随便打开了一个用。我觉得这个还可以。真的有点丑，说实话。星辰已经疯了，我觉得他就应该5分钟之内赶紧拍板。但是我是希望你就是今天晚上能有个初稿 PPT。我觉得按我这个进度，我觉得3、4点可以做得完。我做好今天通宵的准备了。老李的这身裙子真是，哎呦，这很正式啊！哎呦，要汇报了，我好期待结果。高管陆续到。厂长来了。老板是，你是有100件蓝色 T 恤吗？我们众筹给你买一件别的。那各位 boss 们都到齐了。哇哦！那今天是我们生气啊，小戳 X 品牌 X 计划的一个汇报会。都是 boss。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了公司的各位 boss 们来参加。在这里，我先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朱总是我们集团的副总。您好。然后彬总的话就是我们上海公司的这个总经理啊，负责整个上海市场。吕总是我们这个广东公司的这个总经理，我们的德总。大家好。德总是我们整个老乡鸡集团的 CEO， 然后也是我们的系统之神，就是我们整个老乡鸡的系统标准都是德总带领团队去搭建和编写的。那下面就把我们这个最精彩的这个时间交给我们留学生团队。那我们首先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第一小组。好。大家好，我来介绍一下我和我的组员们。我们组我是组长，我叫邓萌。我叫焦焕文。我叫艾丽亚李路佳。大家好，我叫朱顺杰。然后我们队的口号是绿，很绿，非常绿，越来越绿，耶！
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股票的感受。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讲一讲我们的演讲。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这次我们提案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是想通过升级现有的一个顾客的体验，并去创造一些亮点的体验，来助力老乡鸡的白玉兰旗舰店呢，可以第一个服务好核心的客群，第二探索新的一个用餐的场景，第三快速获取首批顾客，然后最后是促进顾客的传播和复购。这个是我们实地的去这个考察这个现在的装修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拍到的照片，里边沿用了比较多的像水泥啊、像金属板啊这样子的材质，其实整体的感觉是偏冰冷的。但我们在想啊，可不可以进行一个融合，从完全的冰冷和现代的这样的一个装修风格，然后向自然和温暖的这个方向去发展。所以这时候我们有了我们的今天的主要的概念。万文很适合讲 PPT。好，我们整个白玉兰旗舰店，我们的主题是城市绿洲。我们想传达的2个概念是，城市虽然是快节奏的，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拥有一个快餐，简单的养生和片刻的清新。首先我们要做的是日常沟通。我们觉得说在店面里用真诚的语气和客户达到一个对话的效果，远远比你只有一个口号来得好。PPT 出错了是吗？我来吧，我知道怎么调。然后前面这个就删掉。我给删了。天哪！这个叫做鲜明。老焦啊，老焦。不知道这个是个意外，这属于状况不断。然后我们的 Clash，bring your Clash。然后没关系，那个。然后我们有一个装置来诠释我们的这个主旨。节奏乱了。你站前面。这是我们做的一个装置，就是我们如何从一个城市的一个整体环境突破它，看到背后的绿洲。我们这一幅的构造是我们一个快节奏的城市和现代化的一个生活。那我们餐厅白玉兰餐厅的主旨就是我们要打破这个现代的快节奏的生活，让他们得以。戳在那边呢。看到，扒开这个城市的面貌，看到背后的绿洲。萌萌没劲儿啊！这个过程太不丝滑了。能 get 到，能 get 到。咱们毕竟是做一个演示嘛。对。懵啊！舒总，您的这个掌声是给他们鼓励的吗？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把式怎么弄。好，接下来请陆佳帮我们讲一讲客户体验旅程。好，谢谢小伙伴们，因为可能大家第一个上来还是懵的，有点紧张，然后有一些流程的方面稍微乱了。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如果我作为一个客户，我希望得到什么样的体验，在这个店里才是我觉得说这个店它叫城市绿洲的主题带给我该有的一个 experience。老乡鸡的文化是不吃饭，不洗手不吃饭。那在洗手的这个环节，那我就在想，既然都要洗手了，为什么我们不把洗手的这个文化放大，做得更有仪式感一点？那我自己的设想是希望在这个洗手池放一个这样的喷泉，然后大家可以就是在喷泉洗手。就是既然我们都要去发扬这个洗手的文化，为什么我们不把洗手的这个文化放大？我们呢会给每一位这样的客人发一张本周的养生小贴士，就类似像一些星座运势这样的一个小卡片。那上面呢会
突出说在这个天气、这个节气，什么样的食材更适合什么样的体质跟什么样的一些养生的一些功效。然后下面呢，我们的朱大厨。我们以此为基础推出了24节气时令鸡汤，就是在每个节气的那天，我们会对我们现有的鸡汤进行改革升级，我们会加入最适合当季滋补的药材放进我们的鸡汤，来成为一个全新的产品，就是让顾客理解到我们的药膳这个概念。很多年轻人也很注重健身嘛。所以我挑选了老乡鸡3个菜品，或许给它改个名字，把虾仁西兰花改成减脂西兰花炒虾，或者把烫紫甘蓝改成无油低卡紫甘蓝，这样是不是在无形之中我们就为这个菜品赋能了呢？我们让顾客看到了它的健康性。接下来就让我的队友给你们讲一下空间设计方面的事。他们4个人每个人衣服上都别了一个，我们想象在我们进门之后右手边的这一长条的整面的一个墙上，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叫越来越绿植墙，大概是在现在展示的这个区域。那么同时我们还有空中绿洲，没有吊顶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去进行一个绿植的一个补充。还有呢叫秘境角落，通过一些充满绿植的一些装置，让这个角落变得更加的有故事。我们也发现这个空间里边有很多的柱子，我们想把这个柱子利用起来。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想分享的事情。差不多结尾了，大家看我们一直走来走去，应该也挺那个什么。最后的这个事情就是可能是一个小题外话，但是我觉得也希望能够对老乡鸡未来的规划跟布局有一个小小的思考跟帮助。如果有一天老乡鸡愿意做一些概念店的一些项目或者想法，那我们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品牌想推出，它就是叫他乡鸡。他乡鸡。其实中国的版图就是一只雄赳赳的大公鸡，大家看到，其实每一个地方，无论是哪个省份，然后哪个城市，大家其实吃的最多的就是鸡肉这个品类。我的想法就是，如果我今天跟我的老乡在外地一个城市相遇，我希望这餐饭是在老乡鸡的这个餐厅里面吃，我们老乡一定要点一道我们家乡的这个鸡肉的做法这道菜。我们想提出的概念就是，在每个在外地漂泊的打工人与老乡相遇都是一个值得庆祝的瞬间。那我们希望这个复线品牌给他们创造这个庆祝的场景，点燃老乡之间的情谊，也可以推崇我们最想推崇的一个企业文化，那就是家文化。那最后就是谢谢我们的家人。很完整，什么越来越绿，他们有那个什么墙啊，有什么的。对。那我说两句。整张 PPT 下来的话，让我感到你们从围绕的产品体验、设计平面、布局、传播从几个点去阐述你们的观点，对吧？但是你们每个点都很分散。就像你们刚才上台一样，整个组搭配也很混乱，是一样的。好 ，OK。很严格。这组叫混乱，下一组怎么办？对，我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分工的？我们，我来讲一下吧。对，萌萌是我们队长，萌萌来说一下吧。他还记得，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对，突然想起来。我们其实是说，最开始因为娇娇是学design thinking 的，所以呢，他最开始给我们罗列了一个以顾客出发的角度出发的，想要的一个在我们作为顾客在白玉兰广场的一个体验，然后我们一起。萌萌要哭了，感觉萌萌要哭了。标了这个逻辑和点，然后我们各自把自己最擅长的部分拿出来做了。我其实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说刚刚可能拖了队友的后腿，因为我们昨天真的很辛苦。没有，就是萌萌基本没怎么睡，然后对，因为就是队长压力还是蛮大的。因为我觉得我的队员很辛苦，我可能在就是非常希望能做好，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今天晚上别睡了。我也别睡了。你不要把我叶子弄断了。就这样。我们怎么爆点怎么来？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觉萌萌抗压能力会比较差一点，她不太能抗压。萌萌还是比较容易受情绪影响。我先做一个小小的纠正啊，就是关于24节气的时令鸡汤，里面提到了关于药膳鸡汤这一类。药膳本身是很难在餐饮里面被使用的。哦，为什么？它是有一定的明文规定，如果餐饮使用药膳的话，它本身并不是合理合规的。哦。但是中医不是里面有一个药食同源的说法？那也是在管列的这个名单里面的，它只是说你自己可以，但是在对外销售的是不允许的。他们连这个他都没查，这是有政策偏见。哦，他们这么核心的点子有一个这么致命的点，不知道，确实不知道。对他没去查这个，确实。我重点的说一下，就是你们城市绿洲在于这个设计，包括这个环境的这个打造方面，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当然，几个创意会非常好，比如说那个喷泉的创意。那么，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创意的时候，喷泉，的水一直的流，对于环保的这个要求，目前在全球对于水资源的这个保护的方向上是违背的。确实，好看是好看。有没有可能我们制造一个环保的？可以供多人洗手的一个又卫生的一个喷泉，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一个命题。真能掰。因为水它必须是干净的，你才能洗手，对不对？那我是不是可以加水的过滤的处理器？是不是我可以实现它水又变成干净的再回来？但是从环保的角度，不单单水资源要控制，电发电的时候它也要控制。那么其实还是浪费，懂吗？我明白，但我提供一个简单的。汉文，我稍微要打断一下，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是做服务体验的，那其实你是让消费者在这个简单的动作上面变得更复杂了，还是让他在这个复杂的动作上面让他变得更简单了？我相信他的服务的峰值体验点应该是坐在座位上，吃到他那餐饭的时候，而不是他站在那里，然后一起使用喷泉洗手的时候。对，其实我看到一个非常高频的词啊，就是关于顾客价值。我想请问各位的小伙伴，你们认为老乡鸡的顾客价值是什么？请问你讲的是价值主张吗？我们老乡鸡提供给，因为你 PPT 里面不有吗？我们有吗？第一页吧。好像没有提到那个顾客价值这个词，不过翻，你继续翻啊。下面的话有，没关系，我觉得可以。是在那个你那里吗？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叫“越来越绿植墙”，但同时我们还有空中绿洲，还有呢叫“秘境角落”。发现这个空间里边有很多的柱子，在哪个？就是好，没关系。我来解释一下吧，就是现在顾客对于我们老乡鸡可能就是，可能经常来的顾客知道我们老乡鸡是干净卫生的，但是我们要对我们的菜品进行赋能，改它名字是一个赋能，然后展现它的卡路里也是对于它一个赋能，甚至是我们展现药膳这个概念也是一个赋能。我们想传达给消费者的是我们在认真做养生这件事情，让他看到，那么消费者对于我们的一个价值感就会提升，他会愿意为这顿饭为他买单。对于顾客价值这个词来讲的话，我觉得在我们整个的项目组里面挖掘的，我觉得还是不够的。那我想打断一点，就是，其实一直在说我们好像没有对现在老乡鸡已有的客户有个太深的一个了解，或者他们想要什么，都是我们在觉得我们想要什么，去强加在他们身上。今天品牌已经想要在上海白玉兰开个旗舰店了。就是想要去突破之前以往的一些形象或者是客群，想要去吸引更多的客群，那可能就是吸引像我们这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7、2、1，我们就是那个1，
就是我不知道老乡鸡这个品牌，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让我们这一类一的人去知道它，去喜欢它。这不是才是这一次我们要开这个旗舰店去大胆去突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核心原因之一嘛？老李还是能白活。这个话题很好，我觉得首先我们老乡鸡非常主张和欢迎创新，啊，包括今天你们说要把老乡鸡改成他乡鸡，我看厂长在这边也稳如泰山，我能够感受到，其实我们整个组织的话是非常拥抱和接纳变化的。以及创新的，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创新，它一定是要基于实际。太飘了，譬如说刚才说我们顾客洗完手之后，给每一个人发一个小纸条。你知道，在中午的那个就餐时间点的话，你给顾客发这样的一个纸条，是给他更多的这种知识点的普及呢，还是给他制造困扰呢？我不知道这边的话你有没有思考，或者有没有去实际的门店中午的运营表现是什么样子的？也许顾客这边还在擦着手，那边的话你给他塞个纸条，他以为是你给他递了一张餐巾纸，他可能揉一揉就扔了。那结果他如果揉了一半，突然发现里面有字，他会觉得更惊喜啊。对啊，那你中午有没有去看了？中午的话，从他进来洗完手，一直到他最后拿到这个餐，并且的话进入座位去就餐，这个时间你有没有卡过表？是，他们太理想化了。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回到原点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到底想要传递给消费者的理念是什么？喷泉能够把你的健康、把你的卫生、把你的这个给表达出去吗？那如果说不是，那我们做这些动作是不是很多余？所以说，我觉得应该回到顾客这个原点去思考，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人的生意，好吧？今天参加这几位老总都是这个职业高手啊，面对他们这样一个职业小白，你们不能不讲武德啊！因为是对，我就想谈这个观点，好吧？哎呀，不讲武德，怎么回事？哎，树总，如果不是在拍节目，你对待职场新人会这么包容吗？也会。苏总的这个点是说，我要保证我这个团队的气氛是好的。我们在开会，我们在做那个头脑风暴也好，我们所有的人的那个气氛，然后团队的凝聚力，不能让有一些人觉得不开心了。然后我觉得他们刚刚 PPT 里面就是有一位老总问的一个问题，你们知道那个顾客价值吗？我居然发现那个换文就完全不知道这哪里出现过这个词。其实因为我们职场在做 PPT 也好，或者你在做你的方案也好，你必须对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都负责。这个就是我说这个萌萌做队长的问题就在于，他非常放纵大家的这个思维，但是问题就在于每个人说的他都觉得对，最后出来的结果就是其实是各自说各自的。但是我就发现人生就是这样的，当没有对比、没有竞争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我什么都知道。年轻时候总觉得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行，什么都可以。当你有了对比，当你经历过挫折之后，你才发现哦，其实这个不适合我，这个也不适合我。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当领导，没有那么容易成功的。那我们接下来就邀请我们的这个第二小组，好吗？啊，紧张。欢迎我们的第二小组闪亮登场。看看星城，不知道他这次高压怎么样？各位下午好。那么首先，我想介绍一下我们打造这家旗舰店的主要的3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利用这家旗舰店的独特性和地理位置性，探索更多的可能性。那么第2点就是利用这个旗舰店的开张，在短期内曝光我们的品牌，然后提升我们整体品牌的形象。那么最后一点也是说，我们针对这家店，我们希望这家店能够一直开下去。接下来有请张浩宇同学来给出我们的核心的主题的一些设想，以及我们的一些价值的体现。首先，白玉兰旗舰店对老乡鸡来说是什么？我认为老乡鸡来自黄土地，凝聚了农耕文明的精华。如今中国快速走过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新一代的年轻人少有对于土地和畜牧的记忆，而这恰恰是老乡鸡所蕴含的情绪价值。白玉兰旗舰店可以成为城市中承载和保留这些人文气息的载点。我们可以视白玉兰旗舰店为乡村文化博物馆。同时，白玉兰旗舰店也将围绕田园牧歌的主基调和农家菜加原生态的理念打造我们的门店。下面就有请我的同伴为大家依次展示我们的具体落地方案。有请音乐。
你看人家还蛮有气场的，井然有序的。首先，我想讲一下我们全店的空间设计理念。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知不知道亚特兰蒂斯，它代表着西方人心中一个很古老的乌托邦。我们就在想，中国人心中能有个共同的意象是什么？于是我们就想到了《桃花源》的这篇古文。我们认为桃花源就是中国人心中的一个乌托邦，所以我们想打造一个钢筋水泥世界里的桃花源。我们店最大的一个劣势就是处于地下2层的中庭，采光肯定不如1楼以及地面上的店要好。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灯光设计有2个诉求，一就是明亮，2就是温暖。希望顾客能在进入我们店之后，看到一个明亮的环境，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门庭的装置设置，我们初步的想法是设计一个田园牧歌风光的装置展示台，可以参考这2张图的概念。店内装置我们也将继续沿用田园牧歌的风格。《桃花源记》中有一句话叫"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然后我们参考这张图片，我们希望把取餐台啊、收银台都加上这种小屋顶。OK， 这就是我们想传达的空间设计的一些理念。那么顾客到底能接收到什么信息呢？毕竟我们是家餐厅，顾客来我们这边还是吃饭的，所以我们还是想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菜是否是好吃，是否是卫生的，是否有别的惊喜。所以接下来我的同伴俊逸同学会分享一下我们的产品和菜品的设计。他一问一答，把领导的问号全都回答了。你不用问了，我知道你们要问什么。首先，我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灵感就是来源于这张图，然后后来呢，又经过围绕着说我们这家旗舰店的一个主题去思考一下，然后我们现在设计出了一个主题叫做桃园9宫格啊，桃园也是刚才音乐所说的一个桃花源记的一个9宫格。根据这个思想呢，我的一个对这个餐桌的一个改变是在这里啊，这中间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间范围。然后四周呢是其他的8个格子，有大有小，可以盛上不同体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菜量。然后剩下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小伙伴。首先我们大概看了一下，把我们的白玉兰旗舰店的用户画像分为了4类人，他们分别是商圈居民、上班族、旅客或者过客，还有探店者。我们想到了3个活动方案。首先第一类呢，我们有个活动叫寻找打折卡，就是你有1分钟的时间，可以在我们的店门口去寻找一张打折卡。如果你找到了，可以当日使用。因为戳是营销活动方案，听着就很舒服。那么第2类的话，我叫3%免单。现在盲盒文化很火，然后我们会在3%的盘子上印上免单字样。如果你在吃完菜品的时候发现下面写着免单，这盘菜你可以到前台找他退钱。然后第3类的话叫对暗号，是如果你在结账的时候跟我们的收银员小姐姐说老乡见老乡，鸡汤喝光光，那么你即将获得1份我们的免费黑暗料理冰淇淋1份。我相信很多人如果参与了这个活动，他会去他的一系列的公域或私域流量去产生一些的话题讨论。他们这个真的很落地，可实施，太落地了这个。他们逻辑好清晰，一块一块逻辑很清晰。那我最后对我们的整体方案做一个收尾。那么首先我们想谈一下钱。那么针对我们今天讲到的所有额外的方案的话，我们目前的一个预算的推测大概会在我们现有的餐厅上额外会有50万的一个初期的费用。你看。这预算都说得很清，想得很细。那么接下来是一个时间推进的计划表，经过初步的判断，我们在2周内是能够完成绝大部分这些的一些工作的。谢谢大家。他们组竟然最后这么好，落地，逆袭了。我们家新城是那个第1位同学讲到我们在表达的黄土地的质朴，但是呢后面忽然一下子就到了里面的一个就是桃花源，所以这2个呢，就是给顾客接触的信息会乱。那你是怎么去表达？就我说一下关于黄土地和桃花源吧。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桃花源就是这一片故土，就是这一片土地。其实我们桃花源只是作为一个意象，没有说它具体是怎么样的表达。包括我在桃花源的室内设计里面也说是一些房子啊、村庄的设计，其实也是跟我们黄土地的主题是紧紧相扣的。其实我们心中的桃花源就是我们热爱的这一片土地。对，你解释的挺好。解释的好。我们更多探讨了开业前、开业中。我们其实的一个店的开业，我们还有开业后。那我们开业后可持续传播的营销动作是什么？我可以回答一下您的问题。
在推送这些营销计划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就是可以考虑这些不同的计划，一个月推出一个，一个月推出一个，按计划去推进，而不是一下把家里有的牌全都打出去，那样反而的效果是1+1+1小于3。我们应该每一个分批的去进行。这个很好，他现场根据提的问题，然后立刻做一个回答。这个方案我刚也仔细的听了，我们这个报告里面对于百日兰这个旗舰店的定义到底是什么？给顾客的定义是什么？陆总，我可以回答你一下。我们想的结果其实只是我们对的一个观念啊，就是因为之前我们的潘总也问我们一个问题，网红店和长红店的区别是什么？所以我们总结下来，区别可能就是一个可持续性。所以在我们这里，我们想展现一个结果，就是说，如果我们可持续性的去更新我们的菜单，去增加我们的游戏，去一直做这些事情的话，这个店能不能长红下去？这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哎呦，感觉他们4个今天状态都很自信，因为准备的足够充分。其实方案会越炒越好。如果一个团队非常 love and peace， 但是它的有一些东西是没有经过推敲的。其实我觉得比较惊喜的就是这个戳到了这个旗舰店，可能营销很关键，所以他说出那几点，我真的觉得也许能变成一个网红店，能扩散出去。我是觉得新城好像每一次的临场发挥都很好，从来不掉链子，关键的是这种临场发挥能力真太厉害了。其实我们投入一家旗舰店远比你们想象的要复杂，要投入的要大得多啊。然后不是你只是看到了一些表面上的数字。针对我们今天讲到的所有额外的方案的话，我们目前的一个预算的推测大概会有50万的一个初期的费用。所以预算有多少？音乐啊，给你3分钟的时间，你们用3句话，啊，让德总为你们花300万。3句话，300万。老板大气。陆总，您下载国家反诈骗 APP 了吗？您知道这个吗？一定要下载！哇，去做这个项目，再给你们个机会，好不好？那是不是要把这个机会给到2个组？2个组吧。哎呀，这组有点失落了。我也认为是2个组，应该都说。好，赶紧圆。拍计时啊！来，好。我们先每人1分钟。我讲的现在几点了？里面有个点，还是这个使命的问题。好难啊！300万，哇，天哪，一掷千金啊！救命！这是字字万金。哎呦，这可要认真了。侃侃，这3句话你会怎么说？求求您了，行好吧，我最近好难。好，时间到，来听听他们怎么讲。谁坐第1位？我来。第1句话是，我想说，300万投广告不会有什么水花，但开旗舰店会让老乡鸡彻底出圈，让年轻人爱上我们的土。第2点是，你给我300万，我今年还你3个亿。口气挺大的他。第3点是，给我300万，我让老乡鸡从上海走向全世界。这是在给老板们画饼。哇天！我觉得能够脱口而出就只有张浩宇了。好，请第1组来，我们博学多才的焦老师。老乡鸡想铸就伟大的民族品牌，逗号，需要担当最大的社会的责任。有点空。对。第2点，我们需要去做别人不敢做，我们自己甚至都不敢做的创新。第3点，我们有希望去陪伴老乡鸡，持续的创新，以服务新一代的中国人和每一代的中国人。姚老师很会。最后一句还蛮打动人。每一代的中国。厂长，我感觉可以不只有300万。书童，你更喜欢哪3句话？我实际上我是一个太极高手。第一个要看他们3句话怎么讲，第2个同时又考量了我们什么，你怎么去判断。
姜还是老的辣。学会了，学会了。这是对 CEO 的考核，对，老板对 CEO 的考核。现在我们开始考核 CEO 了。德总，你是现在宣布还是我们待会再宣布？薛总跟我包装的时候说，今天我请你听一个大餐。我听到薛总跟我汇报的时候说，你们都有过很好的教育背景，以及什么很好的一些经验背景等等。其实说实话，我还是蛮期待的。但是今天听完大家的汇报之后，我觉得这个汇报还是有一点小仓促。确实很仓促吧 CEO 还是很 real 的，有点小草率。但是从刚才的呈现来看，我觉得他们有勇气、有魄力、有担当、有这种决心和毅力，我觉得让我特别的振奋。我觉得他们有一个非常值得我去感受的，就是他们的创新。所以让我去选的话，我确实很难选。CEO 把这个球又打回来了。CEO 也是打太极的高手。所以我决定把这300万。给到这个小组，我们所有人共同来打造我们的旗舰店。哎呦，这格局！我觉得这300万，首先是支持我们8位。第二，我们不是要创新吗？不是要突破吗？这个自然讲创新，你又不花钱。我觉得这个突破难度就很大，而且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不要小脚小手。脸绿了，300万都出去了。在关键资源上，我们要毫不手软。啊，舞台我们给你搭好了，对吧？钱也我们来出。这个会开的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啊！那个笑容很艰难。接下来。戏就你们唱好不好？啊！哦，好期待！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高管请留一步，然后我们就先请我们小伙伴们到楼下先休息一会儿。好，谢谢大家。我们先来猜猜吧，看看哪组会赢。那肯定是星辰队啊。我会觉得那个星辰的这一个方案价值更高。萌萌的那一组，花里胡哨的太多了。对，策划一时爽，执行火葬场。对，一定是新城那组会赢。是的，是的，是的。谁会得到金牌？真不知道。他们4个好平均。哎，他们4个是不是会自己来分配这个金牌？对。那队长总不能给自己喽？我觉得会给戳戳，因为他2个铜牌，鼓励都要给他。 3个铜牌就会被淘汰吗？对，那他应该会给那2个铜牌。但是俊逸是不是已经有一次通过？他们并没有2个铜牌。对，他有1个铜牌。音乐也有1个铜牌，1个金牌。俊逸和音乐他会给谁不知道，戳戳我觉得他一定会给的。下面进入我们农夫山泉金牌时刻，实习生在每个任务当中呢，都会产生金牌和铜牌。我们团的任务呢，就是猜测每次任务的金牌人选。如果猜对了，就能点亮1枚金牌。 累积点亮5盏，就能为实习生争取到一个万能 offer 的名额。小梅老师陷入沉思，准备好了吗？来，3、2、1。分歧主要是出现在了司俊逸和音乐的身上。西坎呢，你的理由是什么？毕竟音乐它还是在大家心目当中是一个比较强的，然后而且也已经有过金牌，但是俊逸没有。 我翻译一下凯凯的话哦，就是音乐强了，所以我们不给他奖励。他付出的再多的努力，我们都不给他奖励吗？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想鼓励的心吧，或者他想保护，他希望大家都不被淘汰，所以他把这个资源平均分。我还有一点选俊逸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俊逸更加配合，他可能会不会觉得比音乐更对这个团队有帮助，或者贡献更大？我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我有点想要改我的。万一我说错了，我好担心。
我能不能谈谈我的观点？我觉得是这样啊。第一个，作为我们现场我们这几位啊，我们不能因为哪一个人他已经得了铜牌，所以我这次我就不能再给他要出去了。这种考虑，我觉得是不合适。我觉得老板在误导我。我刚才理性思考了一下，如果我是映月的话，我可能会跟星辰说，我觉得这个牌给思思吧，他一次也没有得过。至少我觉得，如果给了音乐绝对不会让出去。职场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谁对你最有价值，你就应该奖励那个人。不是，按照你这个思维就应该是星辰和映月，但恰恰这就是普通思维，要不然就都不让，要不然就都不让。它有个核心就是他们几个人都是希望我们8个人都在嘛，就我们都在，不要被淘汰。好吧，说服我了。那我们最终选择的金牌人选是浩宇和思思，我们的预测是否准确呢？经过我们整个的 boss 们的一起讨论，那下面有请我们的德总给大家宣布一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宣布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好紧张。最后的话，我们整个比分是以6比2的票数，把今天下午的优胜方案给到我们的第2小组。第2组的核心价值的贴合度，更让我们的企业有一定的差异化。就是它的亮点是切合了我们品牌独特的一些属性，包括他提到的一些良田美舍，同时对龙根的一些设计。那我们猜对了一点点，第一步都猜对了。车车还可以，这次还可以啊，车车放轻松了。从今天下午的整个呈现来看，1组的话，我觉得他们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非常的善于创新和敢于突破，尤其是在整个的创新上面，我觉得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我觉得1组他这个菜品身体这一块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他敢于突破，他们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束缚，甚至于他们都敢改我们的名字。那么对于我们2组来说呢？我觉得今天下午听到了，确实让我们很感动，因为他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捕捉到我们整个企业我们现在的一些想法，我们高层的一些想法，包括我们整个组织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一点的话非常棒啊！所以从整个的方案的切合度以及整个方案接下来的可落地性，我们觉得它都是非常能够贴切到我们整个组织当下的发展。那我也想就是请星辰作为你们获胜小组的组长，你此时此刻是什么样的心情？有没有什么样的话要说？高兴了，笑了，2天都没什么笑模样。我就是讲2点吧，第一点就是针对我们组的一个回顾，第2点是展望未来。哎呦，上价值，感觉已经准备好了。我来之前，我还挺对这次这个方案汇报信心没有那么足，因为我们可能到最后一刻还在改 PPT， 还在做我们的预算，然后今天到了这边，呈现出来，然后会发现各位老总也很赞同我们的想法，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认证，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到未来的话，我觉得今天听了另外一组小组的汇报，我其实觉得他们有很多很好的点，很多的可取之处，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开这家店的时候，还是要集思广益，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去干。很快就认知的嘛。那谢谢大家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这个会议，好吗？谢谢大家。那你们可以先离场，我们一起感谢他们。加油！加油！谢谢。来，加油！加油！来，加油！老李一次都没赢过吧？加油！可怜的老李，感觉他在哪组就是明灯。问题是，他每次都说今天我们赢定了，每次特别自信，每次疯狂打脸。是这样的，我们马上呢有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金牌和铜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获胜小组呢，可以获得2枚
金牌。同样，我们的今天的落选的呢2枚铜牌。那这个金牌和铜牌颁给谁呢？由2位队长你们可以决定，也可以跟你们小组成员共商。反正我先表达我的态度。我其实不需要这枚金牌，我觉得首先至少这个课题我证明了我的领导实力，这个是我最大收获。这话自己说好吗？我喜欢。那么接下来就想问你们3个人，是不是每个人自己都想要？首先我已经得到过金牌了，已经对我能力有认可了，而且我觉得这一次我虽然大家都有努力吧，但是我觉得有些同学可能成长在我眼里至少看来更快一点，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自愿退出。我很明显了，就你们俩。哇，小明哥说准了，很团结啊！哇，耶！我跟你说，关键时刻呀，我真的是。哎，音乐我挺意外的，但还好哎，觉得还蛮团结的，挺开心的。恭喜我们点亮了第3盏灯，太准了，100%命中率100%。首先，为什么给张浩宇同学？我就是感受到，在这一轮当中，他有很好的成长很多，然后他这一轮的发挥是非常的突出以及明显的，以及他负责的营销的板块是我们这个汇报里面比较亮点的一个内容，所以说我把第1枚金牌颁给他。那么第2枚金牌，我想给司俊毅，也是说他今天做了很多关于产品的一些设计的汇报，我觉得他有很多细节的做得很好，然后又觉得可能也是打动了很多的老师，所以最后让我们赢，所以说是想把第2排金牌颁给他。我们来看看铜牌。抽签吧。你们仨抽一个吧，因为本来就是我有在讲 PPT 有说过。不是你的问题。对呀，不用这样。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我拿最后的。你们组是用抽签的这种方式，其实我还是更希望看到你们自己组有对于今天你们各自的表现真实的做一个复盘。对，我觉得给我的感受啊，第一特别的不负责任，第2个感受就是特别的不是一个团队，一个团队还要敢于承担一点。哎呀，用抽签的方式决定最终的这个结果，我觉得这是最对团队、对自己、对伙伴的不负责任。对，这个环节我们也说得很清楚，组长。你要带着你的组员，在这里做出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就是要决定2个铜牌的归属。认真严谨的对待这件事情。好纠结。我确实在演讲的时候失误了，所以呢，我觉得我必然是要拿一个的。邓萌肯定会主动站出来。我觉得，可能我昨天还会比今天自然讲很多东西。而且我的点我都没有讲到，我有很多点想讲都没讲到。你看老李又出来了，哎，我拿的我，但是很难衡量这个事情，这个项目里面的投入，就大家都有，就我们都一起干。但焕文应该会站出来的。焕文应该会站出来。如果硬要找问题的话，其实大家都有责任。哎呀，别难为萌萌了。我应该把难题交给你。焕文把难题交给2个女生了。大家付出了多少，这个也没有什么好讨论，大家都很认真，大家也都有可能多多少少自己觉得自己有失误。那这次就萌萌，有答案了吗？有了。我觉得吧，首先我们队其实每个人真的都非常努力，可能就是我们在时间的安排上多少有一点问题，因为大家其实起始点都是一样的，大家时间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可能在就是时间安排上可能还需要一点规划，导致就是我们组可能大家的状态不是很够。然后呢，这个我觉得是我作为队长的一个责任，
包括我自己在演讲的时候是有失误的。我觉得我自己是首先肯定要担起这个责任，拿1份铜牌的。然后，佳姐她其实是一个天马行空的，她给到我们非常多的点子，但是我们可能是对于说如何把佳姐的点子落实下来这一个部分，我们小组内部没有达成一个就是给到一个实在的方案。我觉得说其实大家都很棒，但是可能可以做得更好吧。所以你把这2枚铜牌是给到了我和陆佳。你看2个女孩承担了，但2个男孩都没站出来。不应该，这真的不应该。尤其是我还有一个金牌，如果没有的话，那又另当别论，对不对？邓萌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特别容易受别人影响的人。他太乖了，人家让他当领导，那我当领导。搁着一个好的领导，他会做得非常好；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领导，他也就随波逐流了。对。萌萌别哭别哭，打破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在这个彩纸上面，然后再加人家他也，你看萌萌也很在默默的做事情。他其实做了好多事儿。做快闪店，把快闪店做成谷仓。今天我们抽到在一起分组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窃喜的。萌萌不哭。没事儿，哎呀，我的天哪！我是觉得我们其实没有很在乎，觉得说输赢，但是我是觉得大家都很努力，但是不应该因为我的失误。没有是因为你的失误，是大家可能就是真的是没准备好，各有各的优缺点，就是亮点和优势，而且你的团队成员都很听你，对吧？就我们4个就是真的是挺开心的。我们其实今天可以更好，然后只是我们今天没有完全表现出来。草率了，阿姨了，没事儿，哎呀。哎呀，萌萌这组真是。你们觉得这次的任务当中谁表现得最好？表现比较好的，戳他，这真的该轮到他了，因为该是他的了，该是他了，因为我觉得他还是可以的，他不是那种就是被打在谷底他就不振作的那种人，我觉得他还是挺好的，而且我觉得今天就算是他没有2个铜牌也值得。其实有没有发现这个戳身上典型的就是现在好多年轻人，身上有的一个特质就是经不起批评，对，就是需要鼓励，所以一个好的团队或一个好的领导可能会用比较合适的方式去正确的去疏导和引导年轻人，把它用在正确的位置上，而不只是一味的批评。所以小明哥的宝藏员工肯定还是新城。对，因为我觉得新城用的方式，他默默的用的这个方式和方向是对的。我的宝藏员工还是新城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最后那句话，就是我今天的领导能力已经得到证明了。这句话我也很意外。这是他的缺点，但其实同时也是他的优点。对。我喜欢应月了，突然，最后那个选择的时候，他说，我也不用了，就我自己已经做出了努力，我有一个自我的认可了，其实也够了，我就把它让出来。情商啊，智商都有，而且他本身自身的能力也很出众，就不管说是一些小公主脾气啊，还是或者什么，我觉得他更多的他的业务能力，包括他给的结果范围什么，这全都是会让我很喜欢。好，我们都看到了他们的成长，也期待着实习生们在下一个任务的表现。合伙吧少年，我们下期见喽，拜。在2天时间内做服务体验的重新设计。由2位获得金牌的浩宇和俊逸，你们选择同学
当队长了，戳戳。翻身，哇！恭喜你的戳戳，入股不亏。今天要给大家在这里走一遍哪些空间是可以给大家发挥的。彻底明显设计是放3排，这点肯定不够放啊，这其实很不方便。这边完全是交换文在主导了。没事，你们有服务体验设计大神。我的去。说好的要给顾客传递的在哪？是断章了吗？你们是设计师，不是装修公司。这话说的有点重了，这专业被打脸，太难受了。就看看人家做的东西，然后再想想我们刚才的表现。你平时在学校学的就是这些吗？你到底学啥的？对啊，你为什么你不知道？姜老师，你学的是？最可怕的，他们认真的在问。天哪！哎呀，没有分工，我们在浪费时间，你知道吗？不要纠结这个事情，快点。但他如果没有任何物料，我们会有。我有怕。字俊毅有没有体现出一种领导力的感觉？作为一个团队的 leader， 一定是把大家撸到一起，大家在一起完成这个目标。他也没有那种笼统大局的能力。接下来大家要把我当成是一个顾客，让我感受到在这里面是有什么样的体验，好吗？这里就是我们家的招牌鸡汤，我怕太油了。各位顾客，您可以直接过来插队。插队不太好吧？这怎么连个电源都没有啊？浩宇，来了，快点开始了。我们后厨插线板没有电啊。兄别这样。我今天想要1对1的和大家复盘一下。哇，你的竞争性和目标感是很强的，是有一定的气场，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在障碍到你。其实你是没有去，你常常是事情越大，成果就越不尽你所意。你可以放下这些包袱。2枚铜牌，你会投给谁？我觉得我自己可以拿一个。肯定会给我自己。我自己。我甚至谁都想拿。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今天我们2个组这个不公平啊！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